我的宠物也有自己的片头了，你看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一周一期的养龟交流时间了。今天小包要来和大家交流一种家喻户晓的龟类它们就是中华花龟。说起花龟大家一定会联想到花鸟市场三巨头巴西龟和草龟了吧？想当年直播间还未兴起的那个年代，巴西草龟和花龟可谓是三足鼎立，三分天下。如今随着龟圈市场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龟类加入到了霸占市场的角逐中。其中几个新兴势力来势汹汹，让花龟的昔日风光难以重现。尽管如此花龟依然能够占领一席之地。老规矩诚意时间3秒钟，让我们来一窥花龟的英雄本色吧。1. 中华花龟。花龟又称珍珠龟，为潮龟科泥水龟属的爬行动物，分布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越南等地，常生活于低海拔的水域，如池塘、运河、缓流的河流中。花龟的模式种产地在中国。花龟的性情温和，对高温忍耐力较高，头部、颈部以及四肢的皮肤上都长着亮绿色的黑色条纹，幼体背甲呈浅灰绿色，有3条明显的棘棱。总的来说花龟幼体的色彩非常艳丽，头纹也很漂亮。成年背甲会变为偏向棕色，背甲上的其中2条棘棱也会渐渐消失。成年个体通常体长20至22公分，最大体长可达25公分以上。所以花龟的成体要比草龟大。大家在决定饲养它的同时可要考虑清楚空间问题养过花龟的朋友们，赶紧把花龟打在公屏上2. 生活习性。花龟属水栖龟类，嗜水性强，相对于草龟而言游泳能力要略高一筹。不过依然有在深水中淹死的危险。通常在暖和气候里有上岸晒背的习性。花龟适应性广，生命力强，常栖息于小河塘中，喜欢安静，性格胆小，遇到外界刺激会很快的跃入水中逃逸，不爱争斗，也不咬人。不过大家要是以为花龟饲养起来很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虽然花龟的价格低廉，成为了众多养龟爱好者的入门选择，但是在家庭环境中还是需要注意很多问题的。养过花龟翻车的小伙伴们，敢不敢伸个爪爪扣个13. 花龟的饲养要点。花龟耐热不耐寒，由于花龟的原产地多在温带偏热区域，所以花龟在耐寒能力上相对于草龟而言是略逊一筹的。虽然在大多数玩家手里都可以安全过冬，但是并不建议低于5度，最佳的冬眠温度在7到10度。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加温过冬。该龟种可以不冬眠。2. 腐皮之王。花龟在龟圈里有个称号叫腐皮之王，相信不少玩家都遇到过花龟腐皮的情况。其实花龟之所以容易腐皮，除了和环境因素有关之外，还是因为它们过于胆小，处于陌生环境特别容易应激。因此刚到家的花龟是需要单独静养的，如果直接把它们放到其他龟类中去混养，很容易发生腐皮腐甲，甚至暴毙。这个脆弱的小家伙就像个娇滴滴的大姑娘，得小心伺候着。不过大家也不要被它的这一点给吓怕了。其实要说起来草龟和它也差不多，只不过草龟相对胆子大一点罢了。只要待养定之后花龟也可以开启无敌状态，刀枪不入3. 饲养环境。虽说在野外花龟喜欢群居，但是在家庭环境中还是另当别论吧。花龟的幼苗尾巴很长，差不多和背甲一样长，所以有不少朋友发现花龟的尾巴特别容易被其他龟类或者同类咬断。这里小豹建议花龟幼苗尽量不要和其他龟类混养。这一条条细长的小尾巴不就是一根根的辣条吗？背后拖着个辣条跑来跑去，这不是欠咬吗？如果实在空间有限，数量又多的话，可以用滤水或者泥水来养，不容易咬尾，也不容易腐皮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种一些植物在里面，仿生态的养殖环境可以有效的缓解应激，也可以降低花龟的发病概率。同意小豹观点的朋友们，请在公屏上打个大大的赞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花龟和草龟一样，也是国龟中的经典。虽然它们没有草龟那般千变万化，可是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。一只漂亮的花龟是极具观赏价值的。希望各位拥有花龟的朋友们好好珍惜它们。圈内有句话说得好年少不识花龟美，再回首时已无二。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